哲学有终极三问：我是谁？我从哪儿来？我到哪里去？尤其是第三问，可以说困扰着大部分人。故而，历史上许多宗教都致力于探讨人死后的终极归宿，于是衍生出阴间的定义。当然，我们都知道，现实生活中阴间是不存在的。本期几个有代表性的关于阴间的描述。在中国，本土道教认为，阴间的入口就设在了山东泰山的嵩里山。在中国神话传说中，泰山是有完整的三界的，天界玉皇顶，仙神居住之所，岱庙乃人皇行宫，而地狱阴间便是嵩里山。其中处理阴间事务的官员，则是《搜神记》中提到的泰山府君。泰山府君主掌生气，不管是达官显贵还是平民百姓，死后都要魂归嵩里山。在神话传说中，阴间是由一道道关卡、一座座阎王殿以及层层地狱构成的。人死后首先要去土地庙报到，随后过鬼门关，过了这一关的人的魂魄就变成了鬼，走过黄泉路之后，才能真正的抵达阴间。阴间设有3槽6案75司，在嵩里山建有阎王殿、森罗殿、丰都庙、鬼门关、阴阳界、天子殿、地狱、元成殿等殿宇，分别由10殿阎王分管阴曹地府。10王殿分别设具有减福、增寿、还魂、劝孝、恶报等功能的部门。10王殿接收鬼魂，并按其生前不同表现进行审判。待到审判结束，恶鬼根据所犯罪行的事情种类，分别押入不同地狱受刑。善鬼则会来到忘川河，忘川河边有一块石头叫三生石，三生石记载着你的前世今生。河上有一座桥叫奈何桥，走过奈何桥有一个土台叫望乡台，望乡台边又有孟婆在卖孟婆汤，只有喝下这碗孟婆汤，才能够忘却前尘，投胎轮回。当然，随着历史的变迁，佛教的融入，国内不同地区对于阴间的定义就变得更加复杂了。对于阴间的说法、描述乃至传说的故事也都各有不同。这里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补充关于你所生活地区的阴间故事和说法。在埃及，生前的一切都同样要在死后接受审判。人死后，灵魂首先到达阴间之门，这时灵魂会遇到第一个审判，由死神阿努比斯来执行。实际上，阿努比斯最初是冥界之王，然而随着对奥西里斯崇拜的产生，他变成了看门人。作为看门人，阿努比斯的主要职责是进行第一道审判，将死者的灵魂与马阿特的羽毛在天平上对比，如果灵魂羽毛一样轻或比羽毛还轻，阿努比斯就带他去见奥西里斯，否则就将他喂给一只长着鳄鱼头、狮子的上身和河马后腿的怪物阿米特。第二道审判是由42个神组成的法庭来进行的，主要的目的是把自己从生前的恶行中超脱出来。为此，亡灵要向每一位神祈求和祷告。如果这2道审判都获得通过，被审判者就可以进入来世了。阴间对于埃及与中国而言，只是相当于一个中转站，并不。根据希腊神话技术，人死后到达的地方被称为冥界。赫尔墨斯会引导灵魂穿越地狱门，由名叫克尔伯洛斯的3头地狱犬看守。任何人一旦进入地狱门，就绝对不能重返阳间了。冥过河后，亡灵们在真理田园前的审判台前接受冥界3大判官艾亚戈斯、米诺斯和拉达曼提斯的审判。当死者的灵魂受审之后，有罪之人根据他们的罪行，在塔尔塔洛斯接受轻重不一的惩罚，而那些无罪的人们将可以在美丽祥和的艾丽舍乐园过着衣食无忧、迎风弄月的幸福生活。如果说到墨西哥的亡灵文化，就不得不提到墨西哥人的祖先阿兹特克人。在阿兹特克文化中，死亡是分为等级的，人际的死亡是最高等级，死后
可以直接去到神灵所在地方。武士和产妇死亡次一等，会变成蝴蝶和蜂鸟，其中最次等的死亡则是凡人的生老病死。在阿兹特克文化中，阴间就是为了这最次等的死亡所准备的试炼之地，它充满着黑暗、恐惧和颤抖，到处都是令人作呕的恶臭味。死灵只有穿过阴间，完成这段漫长而艰苦的旅程，才能到达安息之地。也正是因为这些思想，导致当时阿兹特克族极其推崇人祭，其文明更是被称为史上最恐怖的文明。看了这么多关于阴间的描述，那阴间是否存在呢？实际上，阴间文化是鬼神文化的一个内容体现，是随着人类社会发展顺应出现的。人们因为害怕死亡，于是将现实中的苦难和不平寄托在虚拟的世界中得以宣泄，并且在多数宗教里面都普遍认为，人们在阴间受到的待遇大多是和人在现实的所作所为挂钩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这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。所以阴间从真正意义上来说是不存在的，只能说阴间实际上寄托着人们对于死亡的恐惧与对生命的希冀。诚如王充在《论衡》中所说，人死如灯灭，好似烫泼雪，若要还魂转，海底捞明月。人生只有一次，过好每一分每一秒才是真理。最后，对视频中提到过的人死后要经过的阴曹地府13站感兴趣的朋友，可以关注我的官方公众号老阴斗，注意是拼音老阴斗，其他带阴斗字眼的都是冒牌的，回复地府获取更加详细的资料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此结束，咱们下周不见不散。